我们今天呢就跟大家讲这个第三节啊，就是哈德逊湾公司啊，在皮草贸易时代啊最重要的一个公司。这个公司呢一直经营到今天还在加拿大，就是今天那个百货公司叫哈森贝这么一个公司。这个公司呢成立于1670年1670年大概是中国的乾隆年间啊，这个公司呢已经在北美洲开始成立了，所以呢它对加拿大有非常深远的影响。所以呢我们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就讲这一个公司。落基山史记，作者介东，出版发行加拿大华人历史研究学会。第一章，新域探索。第三节，哈德逊湾公司的皮毛贸易。加拿大历史最悠久的公司是哈德逊湾公司。1492年到1502年间，克里斯托弗·哥伦布4次横渡大西洋，并且成功到达美洲。发现了新大陆之后，西班牙人开始对美洲殖民，但大部分的西班牙人都选择在中南美洲那些气候温暖、人口众多、物产富饶的地方居住，对靠近北极、气候寒冷的北美洲不屑一顾。17世纪，法国人开始殖民北美洲，忌惮强大的西班牙人在北美洲的军事力量，法国人只能选择更北、更渺无人烟的地方移民。他们将今天的加拿大称之为新法兰西殖民地，对毛皮贸易实行垄断式经营。2名法国商人瑞迪生和哥瑟利尔从北美洲原住民赫里人那里了解到，苏必利尔湖北部和西部那里有一个冻海出产最好的毛皮。他们寻求法国殖民地统治者支持，计划在哈德逊湾设立毛皮贸易站。当时的法国总督侯爵阿冉松拒绝授予他们探索更遥远领土的许可权。尽管如此，瑞迪生和哥瑟利尔还是于1659年前往大湖盆地考察。1年之后，他们带回来了高级皮毛，证明哈德逊湾地区有巨大潜力。后来，他们因无证经营被捕、罚款和没收皮毛，但这些挫折都无法改变商人的赚钱欲望。瑞迪生和哥瑟利尔接洽马萨诸塞州波士顿一群商人后，决定在哈德逊湾开展贸易。他们1663年的第一次航行因为船只在哈德逊海峡遭遇冰雹而告失败。波士顿的英国专员乔治·卡特莱特上校了解到这次考察活动，并把2人带到英国去筹集资金。瑞迪生和哥瑟利尔见到了鲁珀特王子，并得到了他的支持与赞助。鲁珀特王子还把这2人介绍给他的堂兄查理2世国王。1668年6月5日，英国探险队派出2艘船只探索哈德逊湾，但由于海上的风浪原因，只有1艘船极品号到达哈德逊湾南部的詹姆斯湾。他们在哈德逊湾建立了第一个毛皮贸易驿站，在1668至1669年的冬季成功进行了一次贸易考察，完成了第一批交易。极品号于1669年10月9日返回英格兰。这次贸易所获的皮毛价值1233英镑，其中大部分卖给了伦敦最著名的皮草商托马斯·格洛弗。此次贸易成功证明了哈德逊湾的毛皮贸易活动是可行的。1670年5月2日，鲁伯特王子成为新成立的哈德逊湾公司的第1任总督。英国国王查尔斯2世颁布皇家宪章，授予该公司对哈德逊湾的所有河流和溪流流经区域有贸易垄断权。该区域称为鲁珀特土地，占地390万平方公里，占现在加拿大国土面积的1/3以上，成为哈德逊湾公司的领地。1668年至1717年间，哈德逊湾公司在这一片领地建立了6个毛皮贸易驿站。有地区管理职能的驿站又称为工厂，规模小一些的称为堡。由于英国的突然加入，打破了法国人原有的垄断地位。在1686年3月，法国派遣特鲁瓦骑士团进行超过1300公里的长途奔袭，占领了哈德逊湾公司的
詹姆斯湾毛皮贸易驿站。1688年，英国和法国正式开战。1697年，经过9年战争以及1713年签署乌德勒支条约，法国在北美洲的殖民统治已经走到了尽头。条约许多条款要求法国放弃对哈德逊湾所有土地及贸易权的要求，哈德逊湾成为了英国的殖民地。1774年，萨斯喀彻温和红河谷的广阔内陆水路系统区域陆续建成了多个毛皮贸易驿站，使皮毛贸易经济进入大发展时期。这一时期，毛皮贸易按照18世纪荷兰在新荷兰采用的贸易标准进行业务运作。哈德逊湾公司规定整个鲁珀特土地区域交换方式，以加工海狸皮 MB 为价值计算单位，如松鼠、水獭和驼鹿的皮毛需换算为 MB 进行等价交换。例如，2个水獭皮等于1个 MB。在秋冬季节，原住民男人和欧洲捕猎者乘独木舟或徒步，把收集的毛皮送去毛皮贸易驿站交易，作为货物交换。他们通常会得到流行的商品，如刀、水壶、梳子、针头和哈德逊湾羊毛毯等欧洲的工业制品。后来还流通过以 MB 为单位的货币。1779年4月24日，西北公司在蒙特利尔成立。从早期的新法兰西开始，皮毛贸易就是加拿大的经济命脉。随着1763年新法兰西倒台，法国的皮毛商被英国和美国商人所取代。他们在蒙特利尔建立了一些小贸易公司，很快与原住民在五大湖上游和西部相邻地区进行贸易活动。为了控制竞争和筹集资金，这些小贸易公司中的一部分公司联合起来，组建了西北公司。作为一个庞大的垄断公司，哈德逊湾公司已经在冰封的海边沉睡了80年。他们享受着天生的垄断经营权，变得没有好奇心，不思进取。与此同时，极具进取和富有开拓精神的西北公司迅速发展壮大，对哈德逊湾公司形成了巨大的竞争压力。大半个世纪以来，哈德逊湾公司的主要交易站位于哈德逊湾西海岸，西北公司的交易站位于五大湖和地势险峻的西北地区。货物运输路途艰辛，为了在一个季节内完成整个运输旅程，公司采用2阶段运输系统。每年春天，巨大的桦木独木舟将苏格兰的贸易货物运到苏必利尔湖西端，在这里，他们需要把从西北地区运送下来的货物进行交换。这种运输方式周期很长，一般需要历时2年，因此运输和供应问题日益突出。公司决定寻求新的解决办法，计划在太平洋地区寻找新的商业渠道。这个时期造就了该公司几名伟大的探险家：1793年亚历山大·麦肯齐，1808年西门菲沙，1811年大卫·汤姆逊。随着西北公司贸易范围的不断扩大，贸易版图扩展到北美洲西海岸，那里海狸资源更丰富，客户更淳朴诚实。西北公司40年的皮毛贸易几乎遍及整个北美洲西北地区。到1795年，西北公司控制了北方皮毛贸易近80%的市场。西北公司与哈德逊湾公司之间的竞争在1812年达到白热化程度，最后发展为暴力冲突。1816年爆发了7橡树战役，由于暴力冲突和越来越高的法律费用，削弱了2家公司的经营收益。经过多年的苦战，1821年，蒙特利尔西北公司和哈德逊湾公司由英国政府从中干涉，强行合并，双方都试图购买对方。但哈德逊湾公司由于雄厚的经济实力和英国的政治关系等原因，取得了优势，吞并了西北公司，结束了恶性竞争。在1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哈德逊湾公司几乎控制了西北太平洋地区的所有皮毛贸易业务，因此把总部设置在哥伦比亚河下游的温哥华堡。该地区依据1818年英美公约属英美共管地区。为了阻止美国独占领土的要求，
哈德逊湾公司在今天美国境内的哥伦比亚河流域建立了多个皮毛贸易驿站。1846年，美国获得了北纬49度以南的所有领土控制权。哈德逊湾公司把界限以南的业务撤到温哥华岛的维多利亚。1849年，哈德逊湾公司皮毛贸易垄断地位结束，公司经营业务走向多元化。到今天，这家公司成为了加拿大历史最悠久的大型百货公司。哈德逊湾公司从成立之初到1849年温哥华岛殖民地成立之前，一直扮演着代表英国政府对北美洲殖民地进行管理的半官方角色。哈德逊湾公司的存在对于1846年俄纳冈条约确立起了重要作用。哈德逊湾公司对这一地区的管制权后来被温哥华岛殖民地政府和加拿大联邦政府逐渐取代。哈德逊湾公司在北美洲经营了200年的皮毛贸易生意，拥有的土地曾经比立国之初的加拿大还要大。1867年，加拿大成立联邦政府，新总理约翰麦当劳爵士渴望把鲁珀特土地纳入加拿大统治，部分原因是希望将国家的边界扩大到北方和西方，以对抗美国的领土扩张。哈德逊湾公司从道德角度考虑，同意将公司控制的鲁珀特土地交给加拿大联邦政府。那么问题就变成了土地价值，更确切的说，是什么样的价格可以被说服放弃英王查尔斯2世颁布的皇家宪章，授予他们的垄断权。这时，美国向俄罗斯支付了720万美元，获得了阿拉斯加领土。哈德逊湾公司认为鲁珀特土地实值高达4000万元，而加拿大政府无法拿出这么多钱来收购这块土地。英国政府也对美国的扩张保持警惕，不允许向美国出售鲁珀特土地。英国要求哈德逊湾公司与加拿大就转让土地进行谈判。麦当劳内阁的2位部长被派往伦敦提出交易。经过6个月的谈判，哈德逊湾公司同意将鲁珀特土地转让给加拿大，交易价格为30万英镑，约合150万加元。公司保留各个贸易站以及5%土地的所有权，这5%土地多数是肥沃的草原农田。1869年11月19日，哈德逊湾公司签署了将鲁珀特土地交给英国王室的转让契约。英国王室又将土地转让给加拿大联邦政府。但是，由于红河起义的政治事件，推迟到1870年7月15日才生效。鲁珀特土地的转让最终在魁北克省、安大略省和马尼托巴省之间分配，后来在建省之后，再分配到萨斯喀彻温省、艾伯塔省和西北地区。介中评论：1670年，哈德逊湾公司是一家半官方的私人合资公司。英国对加拿大的管制就是通过这家公司具体执行和实施。早期开发与探索主要是进行皮毛贸易商业活动，这些贸易活动遍及整个北美洲北部，为今天的加拿大开发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加拿大成立之初，一家有私人性质的企业能够主动放弃如此庞大的土地利益，这是一种德。一家企业在追求利润的同时，也要考虑社会公德，这种德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到企业文化，让这个企业能够长盛不衰，经营几百年。一个国家不是靠坚船利炮、穷兵黩武，而是用谈判、妥协和经济补偿的方法来获得领土，也是一种德。这样的治国之道才可以保持国家长期和平稳定。加拿大就是这样一个以德立国的国家。